大卫王为年轻的所罗门铺配了道路，然后推位。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想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们手头这份资料啊，带我们回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刻，聚焦在历代志上里面。其实就短短的4节经文，讲的是大卫王，一个战功赫赫的君主，在他生命的末期，为一件他自己永远没法亲手完成的工程，就是建造圣殿所做的准备工作。对，这个切入点特别好。是，所以我们这次聊的核心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当你知道一项伟大的事业注定要由下一代人来完成的时候，你要怎么为他们打基础？好了，咱们今天就把这段记载掰开揉碎了聊一聊。因为这几节经文，它表面上看，真的就像一份采购清单。对，石头、铁、铜、木头什么的。没错，但你把它们串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清单，这是一份，关于领导力、关于传承，还有宏大远见的一份战略蓝图。大卫在这里的角色，他不是总工程。他更像是一个奠基者。对，说得好，一个伟大的奠基者。没错，那我们就从这个蓝图的第一步开始看。第2节经文说，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说实话，这第一步就让我有点意外。要造这么神圣的殿，为什么大卫第一个命令是去找外邦人来开工呢？这个在当时听起来不会很奇怪吗？这恰恰是这段记载里我觉得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之一，也一下子就看出了大卫的思维模式。首先，这里面有非常务实的一面。务实？对，我们知道当时的推罗、西顿那些地方，也就是腓尼基人，他们的石匠、木匠工艺可以说是世界顶尖的。技术最好。对，大卫要为神建殿，他的标准只有一个，用最好的手艺。所以他没有被那种狭隘的民族身份给限制住，而是着眼于谁是这份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明白了，这就是一个项目经理的最佳决策，找最顶尖的团队来干。可以这么理解，但更有趣的是，这个务实的决定背后藏着一个极其宏大的神学视野。你想想，当大卫决定让外邦的工匠来为圣殿开凿第一块基石的时候，他其实就在用行动宣告一件事。什么事儿？这座殿从它孕育的那一刻起，就不是只属于以色列人的。这个视角有意思，它是在用人员的构成来定义这个建筑的属性。完全正确，它是在为圣殿未来的功用埋下了一个伏笔，它将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这个看似简单的用人决定，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强烈的象征性行为，它预示着神的荣耀和救赎是面向全世界的。哇！所以你看，大卫的领导力就在于他能把一个实际的工程决策变成一个传递普世价值的宣言，这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这一下就把格局打开了，一个简单的命令融合了务实的领导力，对卓越工艺的追求，还有一个超越时代的包容性愿景。好，那我们顺着往下看。第3节，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我觉得这里的对比特别有意思。从宏伟的圣殿基石，一下子就聚焦到了门上那个小小的钉子和钩子。这种视角的切换，正是伟大领导者的特征。他既能仰望星空，去构想那个宏伟的蓝图，又能脚踏实地，关注到那些决定成败的微小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对，钉子和钩子虽然不起眼，但它们决定了整个建筑结构的坚固和耐久。大卫的准备工作能细到这个程度，就说明他不是在画一张概念图，他是在干实事。对，他是在为一项可以实际执行的工厂提供每一个必要的零件。说到零件，后面这个多的无法可称的铜就有点夸张了。是，这得是多大的量啊！而且一个国王就算再富有，这些巨量的战略物资是从哪儿来的？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更大的途径，也是这份资料帮助我们梳理清楚的一条脉络。这些海量的铜，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神一个更大计划的结果。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得回顾一下大卫的整个执政生涯。神对大卫的计划可以看成是2步走。哪2步？
第一步是军事上的征服，神让大卫战胜了周围所有的强敌，北边的亚兰，西边的非利士，南边的以东，东边的摩押。这些战争的胜利带来了2个直接的后果：一是为以色列赢得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2是通过战利品积累了巨量的财富和资源。历史上就记载，大卫从亚兰人那里就夺得了极多的土。等一下，所以您的意思是，那些我们看来的好像是政治和军事行为的战争，对，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为建殿这个神圣项目进行的资源筹集活动。bingo， 正是如此。哇，就完全重塑了我对大卫王那些战役的看法。它就像一个神圣的供应链在运作，战争不仅仅是为了领土，更是为了给圣殿项目积累原始资本。然后是第2步。第2步是什么？有了和平的环境和充足的资源，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这就确保了将来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可以心无旁骛，一气呵成，不会被打仗给打断了。对，你想想，如果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这可能完成吗？不可能的。我明白了。所以说，这种地缘政治的稳定，还有海量的物资储备，都是这个宏大工程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是的，大卫用他的一生把这2个条件都给准备好了。他不是在为自己攒钱，他是在为他儿子、为神的殿铺平道路。说得太对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承上启下，让所罗门能在一个和平富足、资源充沛的发射台上顺利启动这个项目。最终的目的就是安放约柜，让神与他子民同在的那个记号有一个永久的居所。这一切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个逻辑链条太清晰了，有了坚固的石头和金属，但一座伟大的建筑还需要温暖和美感，这就自然地引出了第4节。又预备无数的香巴木，因为西顿人和泰尔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巴木来。是的，如果说石头和金属代表了圣殿的力量和永固，那香巴木就代表了它的荣耀和华美。没错，在古代近东，黎巴嫩的香巴木是顶级的奢侈建材，它材质坚固、耐腐蚀，而且会散发出独特的香气，是建王宫和神殿的不二之选。对，选择它就表明大卫对圣殿品质的要求是全方面的，既要坚固，也要尊贵。这里提到了西顿人和泰尔人，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工艺精湛的腓尼基人。但经文的措辞很有意思，说是他们给大卫运了许多来。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像一笔平等的商业交易啊。这正是关键。这背后体现的是大卫王朝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硬实力是基础。对，硬实力是基础。这个时候的大卫已经通过几十年的征战，成了那个区域无可争议的霸主。周边的国家，包括商业强国推罗和西顿，对他要么是臣服，要么是积极寻求合作的盟友。所以获取他们掌控的最珍贵的黎巴嫩香柏木，对大卫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也就是说，他强大的国家实力让他拥有了顶级的供应链议价能力，甚至可以说是支配能力。完全正确。而软实力呢，就是他的外交手段和影响力。他能够整合区域内最好的资源，让这些商业民族心甘情愿地为他的项目服务。所以你看，大卫建立的这个氏族王国，他所有的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和外交关系，最终都导向并服务于一个神圣的目的，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他把世俗的成功转化成了神圣事业的资本，就是这个意思。太厉害了！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怎么准备工匠、材料，怎么动用国家机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还都是做什么和怎么做。直到第5节，大卫终于亲口说出了为什么，这感觉像是整段记载的核心所在。是的，第5节就是大卫的内心独白，是整个准备工作的任务宣言。他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这段话里有3个层次的动机，非常动人。我首先听到的是一种宏大的，甚至是全球化的愿景。他要建的殿，目标是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对。
这和他一开始就用外邦工匠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没错，这是第一层，也是最高远的动机。这座圣殿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地方性的神庙，而是一个世界级的地标，一个向列国展示神荣耀的窗口。这个格局就定义了整个工程的规模和标准，必须高大辉煌，必须是顶级的。然后我听到的是一位父亲的心声，他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这听起来充满关爱，但也非常清醒。这是第二层动机，充满了父亲的深思熟虑。他这句话并不是在贬低所罗门，不是，而是一种极为清醒的现实评估。他知道要驾驭这样一个涉及万国资源、需要极高政治智慧和工程管理能力的庞大项目，对于一个经验尚浅的年轻人来说，挑战是巨大的。所以大卫做的这一切准备，就像一位父亲在为即将接手家族企业的儿子铺好所有的路。他把最难的资源整合、最复杂的早期筹备，全都自己扛了。这不是溺爱，这是一种赋能。他是在为儿子的成功清除掉所有可以预见的障碍。说得太好了，赋能这个词非常精准。而这背后是第三层动机，也是最触动我的一点，就是他的责任感和对传承的理解。大卫非常清楚，神已经明说了，不允许他亲手建座坐殿。对，一般人可能会想，既然不是我建，那我就不管了，让下一代自己去想办法吧。但他没有，他完全没有，他没有因为自己不能剪彩就减轻了肩上的责任，恰恰相反，他把自己定位为那个最重要的预备者。他倾尽自己一生的积累，动用自己全部的影响力，在有生之年把能做的一切都做到了极致。这是一种超越个人成就和荣誉的责任感。他甘愿做一个栽树者，让后人来乘凉。他把所有的荣耀都留给了儿子，却把最艰巨、最繁琐的准备工作留给了自己。所以，当我们把这一切串起来看，这短短4节经文描绘的真不是一张物料清单，不是，它是一幅关于领导力的壮丽画卷。从选择最合适的国际专才，体现了开放的视野，到关注最小的铁钉，体现了严谨的执行力，再到动用国家实力获取最好的木材，体现了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最后亲自为下一代铺平所有道路，这体现了一种无私的传承精神。总结得非常到位。这份资料最后也点明，这几节经文集中展现了大卫对神的爱，以及他如何将这份爱转化为一种极具前瞻性的、负责任的行动。即使他自己永远无法走进那座亲手筹备的电影，但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神的荣耀奠基。这让我想到了我们自己。资料的结尾也提到了一个引申的思考。他说，我们也被呼召来建造一个属灵的家园，也需要有大卫那样的远见，为后来者做好准备。是的，这是这段古老的记载能够跨越时空，对今天的我们说话的地方。它提醒我们，我们生命中很多工作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我们自己能亲眼看到最终的成果，而在于我们为后来人、为下一代奠定了怎样的基础。无论是在家庭、在职场，还是在更广阔的社群里，我们都是乘船链条上的一环。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份资料启发我们去想，我们今天正在为那些将由后来者完成的事业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没错，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自省。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留下的是能让后人可以继续建造的坚实基础吗？是那些经过精心打磨的石头，足以抵御风雨的铁钉和散发着品格香气的香柏木？还是说我们留给他们的是一个需要从零开始的烂摊子？我想大卫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